突然之間衝咗一個人過嚟，一個大嘅鬼。佢曾經係俾皇帝拆封過嘅。阿唐玄宗話：呢個就是他，就係佢。嗰個時嘅考試官就話：做咩咁樣衰啊？我樣衰有罪，樣衰就係有罪。鍾馗係一個非常之有情有義。進入咗九齒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鑑於此咧，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。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前段時間呢，黑神話鍾馗的預告片一出來啊，不光國內很火爆，連很多外國的網友都在驚呼：哇，原來中國還有一個鬼王，終於不只是孫悟空了。係，那實話實說呢，孫悟空大家都很熟，但鍾馗啊，更多的是聽過，比方說貼一個鍾馗的這個門神的貼紙啊，避避邪啊，避避小人啊。但是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？那本期節目我們就邀請了這個師兄跟我們講一講。係真係呢個角色咧，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悉啦，因為見到地府啊，一個生滿晒胡鬚嘅呢個判官啊，攞住個朱砂筆嘅呢個就係鍾馗啦。大家知道，除咗佢係一個地府人物之外啦，佢亦都係一個叫做正義嘅化身，因為好多人嘅門神去貼嘅咧。就係鍾馗，同埋好多人，我發現咗佢喺個辦公室或者屋企咧，想要去驅邪咧，都會掛一幅鍾馗嘅畫嘅。所以呢個應該喺中國嚟講，即係地下嘅所有神仙，係正義嘅化身嚟嘅，美貌就冇啦，但係佢一定係正義嘅化身。咁咧，其他地方東南亞嗰啲唔同啦。東南亞有啲人仲會拜黑白無常啦，會拜啲閻王啦。咁咧，但係鍾馗喺成個中國文化裏邊咧，佢係重中之重嘅。點解佢會可以咁重中之重咧？因為佢曾經係俾皇帝冊封過嘅。他會被皇帝冊封過。嗱，呢個係有段古仔嘅，我同大家講下先啦。佢最出名咧，應該好多人都聽講過㗎啦。唐朝有個好出名嘅皇帝叫唐玄宗。唐玄宗李隆基和楊玉環的故事。OK， 李隆基你識㗎啦，係啊。你跟他拍過節目啦。OK， 阿李隆基咧有一段時間就係一直有啲病痛，就唔睡不着覺，瞓覺又成日會發啲恐怖嘅夢啦，又或者係自己啲小病痛長期都好唔到啦。跟住有一日咧，佢喺晚上發咗個夢，就有個小鬼跟住嚟佢嗰度去搞佢啦、玩佢啦，跟住佢就開始哇好驚啊！咁你見到發夢見到鬼，你好驚啦。跟住喺呢個鬼喺度戲弄佢嘅時候，突然之間衝咗一個人過嚟，一個大嘅鬼。生滿咗胡鬚，着住藍袍，着住對靴，然之後露出佢強而有力嘅手臂，然之後捉咗呢個鬼，呢個鬼叫咩咧？叫虛耗。虛耗係啦，好像是一個神煞啊！八字裡面嘅神煞。係，跟住咧，佢一啖將佢係啦，係，所以鍾馗係食鬼㗎嚇。跟住鍾馗見到阿唐玄宗，你唔使驚。有我在，有我喺度，我會幫你驅晒所有嘅嘢。跟住阿唐玄宗發完呢個夢之後，哇好驚！佢見到嗱鬼食鬼，肯定好恐怖啦，係咪啊？跟住咧，佢就突然間扎醒咗，然之後醒咗之後咧，成身流晒一片好大嘅汗。佢發現咗，咦，我嘅力量翻嚟嘅，恢復啦。係啊，我嘅 power， 我嘅戰鬥力 OK 嘅。佢知道哦，原來呢一個鬼其實喺度幫緊我去驅咗我身邊一啲嘅虛嘅嘢、好惡嘅嘢。
然之後咧，佢就揾咗一個好出名嘅畫家，叫做吳道子嘅。哦，畫聖嚟嘅喎。哈，你知咧，哦都出名。跟住咧，佢就同阿吳道子講咗，我嗰日發夢咧，就夢到咗一個咁樣嘅男人，係啊，有鬚嘅，戴住個官帽，着住對靴，着住個袍，跟住唔該你畫出嚟啊。然之後，吳道子就按照阿唐玄宗嘅講法畫咗個鐘馗出嚟之後啫，阿唐玄宗話：呢個就是他，就係佢。哇！佢話點解你可以畫出嚟嘅？即係畫聖咧係有呢種靈力噶嘛。對，會通靈的，看到。係啦，通知王係啊。嚟咗之後咧，就同所有嘅百姓就宣佈，每年嘅年末，麻煩大家將佢張貼喺個門口度，因為佢知道鐘馗係幫佢成個大唐咧，去將啲所有嘅邪味嘅嘢鎮住，全部食咗佢嘅，全部鎮住嘅。所以原先鐘馗咧，只不過係一個叫做捉鬼嘅角色。後邊你話，由唐玄宗嘅呢一個廣招晒所有嘅百姓，要去做呢樣嘢嘅時候，佢就變咗一個鎮宅鐘馗賜福嘅。哦，那其實剛才師兄講到了這個鐘馗的故事啊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就是我們做這一期節目之前啊，我特意做了一些功課，有一個問題我想，哇，好難得喎，通常人哋都唔做喎。我想跟師兄探討一下，因為為什麼鐘馗他這個在之前他是一個書生嘛，名落孫山以後，哇，得喎，他死了以後，陰曹地府的這個閻羅王覺得他真的是很冤屈。然後大鬧地府啊嘛，對，然後大鬧地府，然後才把他封神的。但是我跟你想討論的就是為什麼他是書生的角色，原因是什麼？歷史的背景。唔係佢本嚟就係呢個書生嚟嘅，但係咧佢點解會名落呢個孫山咧？因為就係呢樣嘢啊！嗰陣時嘅考試官就話：你做咩咁樣衰啊？我樣衰有罪，樣衰就係有罪。儀貌在古代是很看重的，係啦，儀表堂堂是冇錯啦，但係佢冇辦法啊嘛，佢就係生成咁啊嘛，阿媽生嘅，你同我講，你怪我阿媽啦，係咪先？然之後就係因為佢個樣嘅問題，令到佢即係有咁嘅實力被偏見，冇錯啦。然之後佢就一個頭冚埋牆，死咗咪知㗎呢個係。然之後哇，佢有個同鄉啊，就叫做劉湘之劉湘。跟住咧就幫佢執骨嘅，嗰個叫做杜平。其實鐘馗嗰陣時想經赴考，你知唔知佢唔夠錢嘅？呢個杜平咧就俾埋錢俾佢。囊中羞澀。係啦，跟住就佢走咗嘅時候咧，佢個同鄉就悲痛萬分啦。佢一個咁好即係大家惺惺相惜啊嘛。跟住竟然咁樣，佢就幫佢就執咗啲骸骨，跟住點樣去幫佢佈置好後事風光大葬。你知啦，我哋之前咪做過一期節目嘅，你走咗多燒點元寶啊！冇我喺度，你點算啊？係咪先？係啊，所以你活100，我活99啊！係啊，係啦，咁我哋就係要做啲咁嘅事情啦。咁佢有個咁樣好嘅兄弟啦，幫佢做咗呢系列嘅嘢咧。然之後咧就帶嚟咗一個好出名嘅故事，鐘馗嫁妹。鐘馗嫁妹。如果這一個故事我沒想錯的話，應該有部香港電影，拍的就是這個。非常之好嘅就係即係有情有義啦。咁阿鐘馗就希望有個咁好嘅兄弟幫咗我，我希望將我個妹可以許配俾佢，重情重義。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卷畫就係鐘馗嫁妹嘅，有好多嘅鬼啦喺度扶住鐘馗，鐘馗好開心，飲咗好多酒，跟住咧係啦，跟住啲鬼咧喺度幫阿妹啊拉住個馬，跟住送住個妹護送佢去，浩浩蕩蕩。係啦，去杜平嗰度就喺呢度咧就講咗咩咧？鐘馗係一個非常之有情有義。是，如果我有妹妹，我也許配給師兄啦。OK，嚟，可惜沒有。但係你聽講有9個啊？咁我勉為其難啦。勉為其難。師兄剛才講的這個故事真的很精彩，但是我想多問2句啦。因為我們中國有很多的門神畫像，那有鐘馗，那為什麼秦瓊啊，然後這個尉遲恭啊，他們也是門神？嗱，好多嘅門神，因為佢哋唔同嘅朝代，咁你要知道關公啊、張飛啊都係，咁咧，但係喺成個伏魔界，
啊，伏魔戒係最出名咧係3位嘅， 3位，一個係鐘馗，鐘馗、一個係關羽，關羽，仲有一個邊個咧？玄天上帝。哦，真武大帝，係嗯呢3個就被譽為係伏魔3聖嚟嘅，因為佢哋每一個朝代，你知啦，關羽係好早期㗎啦嘛。對啊，春秋戰國。係啦，咁住鐘馗喺唐朝先開始盛名，然之後咧有個叫做沈括嘅人寫過一本書叫《夢溪筆談》。夢溪筆談嚇，嗰度咧就有個好出名嘅呢個叫番外篇啦，就記錄咗鐘馗呢件事。然之後咧就喺宋朝咧就慢慢建立咗佢嘅地位，直到咗明清咧越嚟越多嘅戲啊。其實喺唐朝咧就多咗一個叫做驅邪嘅儀式嘅，叫做儺戲。儺戲我唔知係咪真係語咁讀啦，即係普通話就儺戲，係啊，戴住個面具。你見到好似個鬼嘅樣嚟嘅，事實上就係鐘馗。跟住咧，佢係通過呢個儺戲將病氣、將邪氣、將衰氣全部驅趕嘅，即係遺留到依家啦。我哋見到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，都係呢個面具，沒錯，都係呢個戲。上次我跟師兄一起去日本旅遊嘅時候，看到他們有演戲時候也戴個面具，那種是不是也是類似？有啲係，有點相似。你知大唐嘅好多嘅文化係演變過去咗日本嘅，所以就喺嗰度你見到啲百鬼夜行啊，其實都好多嘢都係喺中國嘅一啲叫做《山海經》啊，或者係我哋嗰啲戲劇裏邊傳過去嘅。嗰陣時所有嘅驅邪都係通過呢個儺戲沒錯嚟驅嘅。哇，係好靚嘅！而家我睇翻啦。因為最近網上有一個話題很熱啊，因為韓國人居然想要把我們的鐘馗認作是他們的這個古代歷史人物，然後還所謂的韓國的道教人物，我感覺又是在偷竊剽竊我們的文化。點樣去講呢？因為本嚟呢個高麗民族原先就係中國嘅一個附屬國嚟噶嘛，咁中國嘅好多嘅文化會傳過去，因為你見翻原先嘅韓國，即係叫朝鮮民族啦，係啊，佢哋用嘅漢字嚟噶嘛，後尾先變咗佢哋嘅自己語言嚟噶嘛，佢哋原先嘅首爾叫漢城噶嘛。漢城。係啊，其實就係漢人嘅文化。韓國嗰個旗都係太極旗嚟噶嘛。但是有一期節目你說過，它只用了一半，係，而且那個顏色和順序是顛倒的。冇錯，咁就未學足咯。所以佢哋話係同佢係咪有關係？我相信一定係有流傳過去，因為連日本都有，係咪先？但係佢嗰邊話係直情係佢嘅，咁他還申請那個文化遺產，就像他把端午節也申請為韓國的。咁即係有個前提咯，咁你係咪追溯翻個淵源係咪源於中華民族先？如果係嘅話，我覺得你演變到你嗰度成為你嘅一種民族，我覺得冇問題嘅。以認我們為正宗就可以了。係啊，傳承嘛。就好似我哋見到馬來西亞好多華人，佢哋做緊嘅好多嘅一啲文化，都係傳承翻佢原先當地啊、閩南啊、潮汕啊嗰邊過去嘅。你唔可以否定咗佢原先出處喺邊度咯。冇錯。即係啱先我哋講唐玄宗嘅嘢，沈括嘅《夢溪筆談》，呢啲係全部有出處嘅。鐘馗傳傳啊、平鬼傳啊、斬鬼傳啊，有好多嘅嘢。有很多經典啊，很多嘅歷史啊，很多嘅文化所流傳的。係。其實不是說你申請，或者說誰申請，他就能申請下來的。冇錯。因為沒有根據嘛。OK。師兄啊，剛剛你提到過了，鐘馗啊，其實可以去鎮宅啦、辟邪啦，但是他還可以避小人的這個說法，到底從何而來的？嗱，首先我都講咗啦，因為鐘馗咧就係佢正義俾人屈死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咧就通過佢呢個正義感，就去對住所有嘅作祟嘅壞人啊，同埋喺背後成日搞鬼嘅小人啊，佢係真係叫正義凜然嘅。跟住喺成個中國文化裏邊，其實好中意佢點解咧？我係以惡制惡，係咪先？呢個就好道啊！道裏邊就係話，退一步我先海闊天空先。但係忍無可忍，我無需再忍嘅。我要話俾你知，以醜制醜，以惡制惡，呢個係流淌喺中國人裏邊嘅血液㗎。以牙還牙。係啊，呢種血性係唔可以冇嘅。所以喺道教裏邊，大家點解會推崇佢？因為道教你知啊。死道友不死貧道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將呢種血性去推咗出嚟咯。第二個就係正義感。正義感。呢種正義感咧，就係話俾我哋知，無論係遇到再壞嘅事情都好，我哋相信上天都仲有一個
可以為我哋伸張正義嘅人士，無論係天地神鬼，都始終有呢個人出嚟。沒錯，係啦，咁啊第三個咧，佢亦都係我哋嘅一啲文化嘅傳承。有咗佢，我哋有咗好多嘅文化嘅符號，譬如話我哋啱先講嘅羅戲，譬如話我哋一啲嘅畫，比方說電影啦，中葵嫁妹啦，同埋我哋嘅好出名嘅一啲叫明清一啲戲劇。所以佢係一個叫做已經等於係一個文化符號嚟㗎啦。有咗佢嘅呢個文化符號，亦都係代表咗一種精神。精神佢就長存，佢就能夠幫我哋去制服好多我哋唔想見到嘅負能量。是，所以剛才師兄講的這個鍾馗為什麼能夠去小人，其實我覺得就一句話。正氣凜然，冇錯，小人其實他就不敢靠近，冇錯啦。好，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師兄本期講到的這個鍾馗的故事。那如果大家對於民間的這個神仙，或者說道家的神仙體系很感興趣，你想知道哪位神靈的這個故事呢？也可以在我們評論下方留言。那包括也可以添加我們屏幕下方的這個 WhatsApp 的一個聯繫方式，可以跟我們的這個老師的助理進行一個聯繫。那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。好，我們本期節目時間差不多啦，下期節目再見。福生無量天尊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嚟緊嘅風水穴道咧要開通會員啦。咁點解我要開通會員呢？因為好多觀眾朋友喺度留言話，我想學習多啲更深入嘅內容喎。咁我哋嘅會員內容呢，就係製作一系列更深入嘅內容，俾想進一步了解道法術器嘅觀眾朋友嘅。咁啊，從而咧可以幫大家去打開呢個眼界啊，放開你嘅心量，從而令到大家嘅生活咧可以趨吉避凶、趨順避逆、趨高避低嘅。所以我哋會員嘅內容咧有3大系列嘅，分別係咧實用真運、高維修行、家居風水嘅。首先同大家解釋下啦，實用真運呢個系列咧係會面向一啲追求快速想提升運勢嘅朋友嘅。咁我會傳授一啲啦簡單又實用嘅佈局同埋方式俾大家。咁啊每一期咧我會精細咁樣去講一招嘅啫，直擊大家嘅痛點啦，無需好複雜嘅佈陣，注重大家嘅即學即用、安全快速，解決大家最關心日常運勢點樣提升嘅呢個需求嘅。然之後咧，第二個咧就係高維修行啦，因為我哋知道好多風水穴道嘅朋友咧都係修行人嚟嘅，而呢個系列咧我哋會面向好渴望內在修行提升能量維度嘅朋友嘅，我哋會從最基礎嘅心法教起啦，帶大家 step by step 一步步感受萬事萬物嘅呢個能量嘅變化，連接我哋古老嘅智慧同埋自然嘅大道規律，切實咁提升大家嘅靈性同埋你個福慧嘅厚度嘅。咁喺最後就係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家居風水系列啦。咁我會同大家咧好深度去解釋現代嘅家居風水會出現啲咩問題啦。咁我會俾啲實操性好強嘅方法，好獨家嘅啲化解嘅佈局調整方案，幫助大家咧去改善大家家宅嘅風水嘅。最後就係會員嘅重磅福利啦。咁啊，成為會員嘅朋友咧，我哋會定期抽出專屬於會員嘅問事名額啦。而且你哋嘅問題咧，我哋會定期嘅收集喺我嘅頻道精選同大家回答嘅。所以我哋會員嘅內容咧，會從個人增運啦、高維修行啦，到家居環境啦，全方位覆蓋大家想要了解嘅內容。嚟緊我會員內容即將上線啦，大家記得點選加入，同我一齊學習，共同成長啦！當然，為咗回饋一直支持我哋風水穴道嘅觀眾朋友啦，嚟緊嘅今個月8月13號同埋8月27號晚上嘅8點，我都會喺我哋嘅頻道風水穴道進行直播啦。直播期間會免費送出一大部分嘅會員福利，大家記得準時嚟收睇啦！不見不散。